2023黄蜂争霸杯总冠军赛，蜂拥而至，劲旅交锋，黄蜂霸主即将揭晓。6岁，因为足球很好玩。8岁，因为那时候哥哥进校队，我就跟他一起进，然后也慢慢开始喜欢踢足球。5岁的时候开始喜欢踢足球，因为爸爸小时候也是踢球，所以跟他一起踢很开心。4岁，因为妈妈才找到俱乐部。4岁的时候开始喜欢踢足球，因为爸爸帮我报名俱乐部。4岁，因为我爸爸帮我报名，我那时候不太会走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奖牌，因为可以跟很多对手交流，也可以拿到很多奖牌。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奖牌，我觉得这是给球员很大的鼓励。因为可以跟别的国小比赛，还可以得到奖牌。赢得比赛之后，可以拿到奖杯或奖牌。因为可以跟不同的对手交流，我觉得非常有趣。厉害，因为我比其他学姐踢的还要好。还不错，因为我可以踢球员，也可以当守门。我觉得我没有到非常强，因为我是守门员嘛，所以我觉得挡住球是我最大的成就感。所以我可以挡住一些刁钻的球，所以我觉得还不错。还好，因为我的射门还没有那么厉害。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我左右脚都可以带球或射门。还不错，因为我自由球有时候大部分都会射进。因为我带的都是女生的球队，那黄蜂杯都是男生的球队，然后近期黄蜂杯的强度也越来越强了，所以我们就是借由这个机会，跟很多男生比我们强的队伍多对抗磨练，然后到时候到教育杯比赛或者是国小世界杯比赛，直接对到女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有轻松的打法。对，我们主要是希望我们的球员能多比赛，然后增加比赛的经验。那我们有3年级跟4年级，那因为人数众多，所以我们各年级都会出一队去参加比赛，然后让每个球员都有上场的机会。因为平时我们能够参加的比赛也没有那么多，但透过黄蜂杯有很多场次的比赛，就是越来越对自己有自信。黄蜂杯打完回来之后，在校内练习的时候也看得出他们的改变。因为3年级算是刚加入校队的一份子，那他们有些一开始可能连队形都不会跑，那经过一连串的比赛下来，不管是预赛或是资格赛，虽然有输有赢，可是他们在球场上第一个比较不会害怕，而且也比较知道球赛怎么去进行。那4年级的部分因为比较成熟，所以他们在教练的战术执行上，他们因为有球赛的洗礼，所以他们越打就会越熟练。2023黄蜂争霸杯总冠军赛，加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一起来欣赏2023年黄蜂争霸杯下半季的总冠军赛。今天是1月7号礼拜天的上午10点10分，我们在汐止的综合运动场为您带来一连串的直播服务。我是今天的主播李秉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专业的球评李宏斌一起加入。宏斌你好。主播好，各位观众大家早安。当然在去年今年是2024了，去年夏天这个2023的夏天我们来进行了上半季的总冠军赛。那当然到了下半季，那刚好过了跨年了，来到2024，其实整个赛季来看还是2023年黄蜂争霸战的这个下半季所以今天要进行的是包括4强还有冠军战。我想这么多的球队一路厮杀来到最后的阶段 semi-final 来到 final， 我想不管球员们的这个技术啊，或者是整个比赛经验，应该是非常丰富了。是，那当然在去年我们是在暑假那时候来的话，我想那天的话对球员来说一整天的比赛下来，最主要还是要对抗这个炎热的夏天。那我觉得今天的话，当然也还没有到很冷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适合能够好好比赛的日子。没错，那今天的温度大概就在18到20度左右，是，但早上比较冷一点，到中午可能气温会再回升。那我想对小朋友来讲应该是蛮
舒适，对，蛮适合的这个踢球，所以透过我们的转播也看到这些小球员精湛的球技。那我们今天会从这个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那其实每一个阶段对小朋友来讲都是不同的挑战那刚刚透过这个赛前的这些影片的访问，也知道，教练就有讲啊，中年级的可能开始可以理解战术，可以有一些跑位啊，那或者是队友间的配合。那低年级有时候比较好玩的，就是只要有一位，然后能够把球控住，对，然后可能有一些已经球技比较成熟的这种球员，可能可以带动整个球队。没错，在低年级的部分，只要有一位特别突出的球员，很有可能就靠着一位球员就可以拿下比赛胜利。当然，阶层越来越高，或是小朋友的年纪越来越大，那理解教练的这个战术或者是教学越来越多，所以可以看到更多的配合。所以从低年级我们一路看到高年级，就可以看到比赛的一个状态是不一样。现场有一点点风势啊。是。好，我们看到今天持续在戏子的综合运动场为您带来直播。那因为队伍真的很多所以同时间有好几个场地来进行。那我们第一场为大家带来的是埔里山城旋风狼对上森巴小猎豹这是106场编号106场的4强赛，这是低年级的 semi-final。对，其实像包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除了黄蜂杯之外，我个人也有去参与幼儿足球的转播工作，所以就是这真的，你看以我们这种低中高幼儿的话，又再往下面一些，那整个来说，随着不同的年龄层，整个球赛的一个它的一个面向，它的一个态势，就是真的有很明显的不同。到了幼儿足球，甚至是就是会像我们有时候不太会打篮球，大家打在一起的时候会有那种一堆人挤在一起，对，一颗球，你个人要把这个带球能够突破这种重围的甚至都有点困难，然后力量上面球也传不远。然后幼儿呢，再到了这个现在是低年级组的，然后再刚刚主播讲到的，其实觉得到了中高年级组的话呢，你在团队上面包括对战术的理解，然后大家的一个站位接应，然后这种的整个大场的观念会越来越有，所以整个比赛来说的话，我们其实想要看的重点也会不太一样。好，所以对于低年级的小朋友，我想从开始接触足球，喜欢这个运动，先当成平常可能这个跑跑跳跳放电对家长来讲小朋友放电，那看看有没有兴趣，才慢慢更进一步的投入。是。那我们赛前你看前面看到，包括有这个徐凡少教练那他其实在企甲的话，男足是也效力这个台湾石虎足球队那你看他在这个带球队的话，他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比赛嘛。其实训练就是为了比赛，就像我们平常念书，不就是为了考试的时候验证自己所学习的一个成果？所以其实大家都是想比赛啦那就是看说有比赛去做这个调剂，你才会说，不然的话说我们这个我去参加了一个球队还是俱乐部，从头到尾都只有训练都没有比赛。那我相信大家没有什么人要，而且对小朋友来讲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如果一直训练，可能会觉得比较枯燥，但是想到有比赛，心情会不一样。对啊，对，就会可能会更认真的练习，或者是说借由刚刚宏斌说的，借由这个比赛来验收这个阶段的一个训练状态，包括刚刚教练也有提到，因为可能在整个这个国小阶段的正式杯赛并不多，那俱乐部形态的这种杯赛是增加小选手们的一个比赛经验。对啊，说到比赛，像我们昨天这2天其实也有这个新闻杯软式棒球赛啊，我们这些媒体从业人员的，这个有机会可以对到这个林岳平丙总职棒明星，对，就是这些有些已经是退役，已经不是现役球员的，然后可能就是也来献祭一下那当大家也是觉得哇。很过瘾的，过去也有一届王建民也有来玩，还有郭宏志丙总当然这个退休之后，哇，整个体态还是维持非常好，是跟球员一模一样。好，那我们看到这场森巴小猎豹跟埔里山城比赛正式开始。好，来看，我这一次在左路有机会起脚，但是第一脚挥空，哇，直接被扫掉。看到穿着橘色穿着黄色球衣的应该是埔里山城旋风狼那所以他们球衣看到有93号，像游永正
现在持球的这一位，我看他持球动作已经不错哇！这个转身不错，对，这是高喜，连续2球都被门将给扑掉了。他刚刚这个踩球然后转身回旋的动作做的是非常利落，然后可以掌握到这个对手防守的一个位置然后呢，把自己往就是没有防守者的那一边去做控球方向的一个变化，然后觉得是很不错的地方。好，小猎豹来了，刚刚打了一个防守反击，这个你看过人之后直接起脚，是，但是在普利山城这一边高喜漂亮的 block。看到森巴小猎豹9号的傅君佑，刚刚是右脚的一个假动作，然后呢扣球，同样是做了一个持球方向的一个变化，从他的控球的右脚换到左脚，然后也透过这个假动作，其实是把对方给带开来，然后为自己的左脚可以增加空间好，当然在比赛的规则跟大家报告一下，每场比赛进行20分钟，没有停表，没有伤停所以在20分钟时间到的情况之下，比赛就直接结束。那双方也没有换场。其实两队我看都是可以打到4强的阶段，那其实场上球员光是这一些目前脚下控球的基本功，我觉得都是各有他们的一些特点，就都有几把刷子。是在禁区当中非常的拥挤不过很可惜还是没有起脚的空间。高喜连续几次想要在禁区当中发挥但是都被挡了下来。所以我们看这两队球员，其实他们控球的第一下真的是假动作很多，是，所以在防守这边可能在动作上面不能够太过造假，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好几下了，我看到对方脚一空就冲出去要去做抢断就往往就是被他假动作给骗。刚刚小猎豹我们看到君佑还是埋伏在前场，好，这时候直接起。看起来小猎豹的话，君佑在前线就是好，这边有机会空门了，Go！ 所以在第3分钟君佑的横向助攻帮助旋风狼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1颗进球。对不起，小猎豹打进了第1颗进球，是郭轩仁。所以看到一开始，其实小猎豹的几波的攻击都是这个傅君佑在前面扮演非常好的一个牵制角色。那刚刚也的确是他在右路整个下底，然后吸引到防守者做回来，连门将都已经这道防线被突破的话，后面的这个郭轩仁来说，这是一个打空门的情形，先失得点。对而且刚刚轩仁又是一脚的进攻但是被门将给挡了下来，所以在进了第1球之后，小猎豹感觉活过来了。所以看傅君佑以他为主来吸引，然后呢，这个郭轩仁在旁边在扮演一个牵制跟接应的角色，其实这可能是神马小猎豹的胜利方程式好，那现在是小猎豹的边线直接开进来轩仁这球没有停下来，对不起是君佑。对，你看傅君佑刚刚也是一个我要开这个边线球，结果突然之间他就冲进去做接应发挥到这种出其不意的一个效果。君佑现在前场轩仁跟君佑2个人这种比较高压式的逼抢，好，结果碰出了底线界外，形成角球。基本上他2个人就可以逼着你三个防守球员来回防再加上守门员，你就前面普里山城就会只剩1个在做进攻。哇，这球折射进了！自己也说出这个，这是像Michael Jordan当年说半场进6个3分球之后一副我们怎样安诺尼对，就是进了，因为是一个折射所以这没有办法。是打在了这个普里山城的林俊凯他的这个大概左髋部的一个位置所以3班小猎豹已经来到2球的领先，那这时候旋风狼要赶紧想办法了。其实他们在比赛的前2分钟是有比较多的持球，而且我多次在这个小猎豹的禁区前有一点机会，但是很可惜都没有完成射门。那第2个进球的话，我一般说这种就有点我们在讲的所谓像弹珠台这种感觉。对，就是你基本上这种球是只要相对位置好的话，的确是有可能所谓的大力出奇迹真的，因为中间的话会有很多这种不确定的因素来这种折射的情况下就是整个把对方搅乱，又是他的君佑刚刚扣回来之后想要再骗开门将不过刚刚君佑这个
停球扣回来的假动作，确实摆脱了防守球员。已经是第2次能够成功了，对。平常应该蛮喜欢这一招。对，的确他的整个去引诱对手的动作做的是非常的顺畅。那只是说，其实他接下来换成下一脚左脚的时候，有几次你说他更好一点的话，就是在衔接上面，他对左脚好像还不是那么有信心，可能他左脚的力量也还不到那么好。是，非惯用脚。扣回来之后，好像还没有进入到他左脚的射程范围，所以他下一脚他会比较犹豫一些。当然随着他年纪的一个增加，然后如果肌力的一些增加，那他左脚力量也可以把它提升的话，那我想，他可能就不是只有过人这一招，而是可以很顺畅的来衔接下一个动作。哇，又是在门前，可惜这球没有撞进去。是，还是在身高上面，裁判是不是抓了个手球？对，应该是打在手上。不过这个角球开得很好。是。越过了防守球员还有门将之后呢，找到队友。那所以其实一般来说，这种小场我们讲这种5人制的这个场地来说的话，其实要看到这种3度空间的球，然后要有破坏力，其实也不太容易啊。这个通常来说5人制球赛的球都是贴着地面比较多。那刚刚他可以在这个小范围内，其实传一个高度还颇有威胁的球。军佑又来了这次确认又在这个禁区前埋伏，但是带到了底线界外。那小猎豹这边看到军佑一直都是用这一招走江湖的话，也包括说他在防守上面对上去之后，应该是先把位置给站好然后不要急着说要去出脚拦截，这样真的很容易被军佑的非常娴熟的假动作给骗到。刚刚我们看到小猎豹的部分已经换了，但是薛方朗这边换了门将，薛方朗换了门将。好，薛仁，哇，直接边线球进来。薛方朗这一波的传球漂亮，好，配合的非常不错，起脚，也是有我觉得中间的话最漂亮的，当然这个19号我们看到球衣上绣的是 Momo 这个高喜其实这一脚高喜其实前面也有一个漂亮的过人动作了，那这一下当然射得很棒，但是我觉得中间呢，其实在整个快攻当中转移的那一脚，衔接的那一个脚，他那个几乎是没有球没有在他脚上停留太久，马上就转移给高喜，我觉得那一下会是整波的一个关键。高喜现在又有球权但是在中场附近吊球，薛仁这个横传也没有完成连结。你像刚刚那一个进球的话，中间转移的那一下，他等于他当时是第一时间就没有停球，就立刻再交给高喜，那就是让整个防守的本来就才要夹他，结果马上他就做了一个像换边的这种动作，那让高喜能够就先打破鸭蛋，先回到这场比赛。对，那毕竟是打20分钟还没到一半，那双方只有1球差距对于学生运动，尤其是低年级的小朋友来讲，这变数很大。好，角球直接被门将给保护下来。其实这个角球的攻防，我们也看到普里山城这边是有做了，相对于之前莫名其妙给人家弄进去一颗，他刚刚有做相对因应之道。那他刚刚防守球员基本上就是死贴着底线，他就避免不要像之前他的队友，他在跟底线中间还有一个空隙，然后被对方折射进去。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错，就是小朋友其实就你训练的时候，你就是会模拟各种状况。那事实上比赛就是这样，什么状况都可能有，所以考验大家的就是你在比赛当中立刻调整去弥补错误的一个能力。那我们也看到他们的确是从前一个失球当中立刻做出了改变，这是很棒的地方。这球开进来之后，还是在中圈附近双方互相的争夺。还是薛方朗的球权高喜又在右路，横传之后，这一脚没有往前塞是力道小了。对，就停的这一下停的不是那么理想。那如果他更有信心一点，其实
趁着球刚过来，第一时间就来做射门的话，那防守球员都还没有到位。那停这一下之后，他可能下一球处理的也不是那么有信心，因为说真的，你多停这下，压力也都是上来啊。所以两队就像主播之前说的，像低年级的比赛，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球员，可能就可以有带动全队的效果。只要有因为5位球员，只要你有1个球员，其实就把它叫做10，2个球员就已经接近一半。对，那森马小猎豹这边可以看到傅俊佑。那如果在这个福里山城这里的话，高喜也是球队当中的 key man 哦。因为高喜的身高，整个体型非常不错。当然，军佑跟轩仁这一边，那轩仁也是人高马大，以同年级的小朋友来说，对，有点像是森马小猎豹这边有一对这个组合啊，像这个大空翼跟侠太郎这样子哦，这个算是猎豹双星啊。好，轩仁直接开进来。慢了一步。比赛过了一半的时间了哦。对，但双方仅一球的差距往禁区塞。哇，高喜这一脚，高喜可惜了。对，我们好几次高喜在这一脚转移的时候完全不拖泥带水，所以反而是最后负责要来扣扳机的那一个队友的话，他那一下能不能够完成他的工作？高喜这边在扮演吸引者，然后过渡的这个角色已经是做到100%了。好，这球扑掉，还是轩猫狼的边线啊。高喜先开进来，好，直接远射，他是门将啊，把这一球啊稳稳的保护下来。好，这是小猎豹的球权。轩仁，直接，说明刚刚站的重心有一点高哦。刚刚那个王曼多那一下，以他这么高的重心，其实有点担心会不会，如果没有判断好，可能会穿裆哦。那就结果来说是还是有把球控制下来。哇，军佑又把球给断掉之后啊，轩仁遭到夹击，这个转身把球稳稳的控在了脚边。那轩仁看到他球衣上面绣的英文名字是 Sean， 所以我这个中英文这个还蛮接近的。对耶 ，Sean。好，那是小猎豹的角球，来看轩仁再开一次。其实你在这种小场来说，如果站位大家站的都在该在的位置上面的话，你说像前面那样角球直接给你搞进去了。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啊！漂亮，高喜漂亮的过人，那现在送这一脚横向传球，哇，先把门将吸引出来，但是很可惜，94号应该是邱德啊，来不及起脚，已经是被破坏掉了。但高喜这里的话呢，如果他刚只脚送的力道再用力一些的话，我觉得会更好。结果他决定来世界波，还是我自己来吧，传了几次怎么都这样，在禁区外直接远射2-2。哇，所以啊，一边有轩仁，一边有高喜，两位球员都梅开二度了。是，而且是一个禁区外的暴力射门，对，打得很准啊所以我们看高喜这个球员的话，其实该传，我觉得他目前来说在做一个，我们说所有场上最困难、最重要的就是做正确的选择啊。那什么时候该传，什么时候该直接自己做射门？我觉得目前来说可以看到他有这种超龄的判断力了。对，可能对于理解比赛的程度是高于其他球员。他目前来说，我觉得泽泰就是他做的抉择通常都是蛮正确的。那你说最后执行上面是不是 100%？ 比如说在进球的前一脚那一个横传，如果球速再有一些的话，那队友不用还有一个跑过来的动作，对，然后而且更能够借到你这个球的来势。对，借力使力啊，可能打出来的球会更有威胁。对，因为那球就是传的稍微轻了一点，然后队友还要跑过来，
然后这个时候也让守门员有机会过来做阻挡。对，好，黄玉传给高喜，这球碰出底线，所以形成了旋风狼的角球。所以现在看最后5分钟，我就是看谁能够进这个关键的这一球。哇，现在是紧张了，高喜现在只要在禁区外都有威胁啊。是，所以他现在只要这个脚下有球权啊，对于小猎豹来讲就会紧张。好，这次的传球，直接被门将没收。好，快踢之后。拼速度，但是门将出击，直接先清掉。哇，这球没停好的情况下，高喜做个假动作，正起脚，真的是2个脚内侧的一个运用哦。是，他右脚的一个内扣的一个假动作，然后球扣过来，其实马上就碰到他的左脚内侧，然后又回到他的右脚控球位置哦。那这种整个脚步他控球。真是哇！你看这个不停球可以打出这样子的绝杀，高喜已经上演了帽子戏法了。再看这个角球，站出角球，直接做给了高喜打左上的死角。是哇，这比刚刚第2球更漂亮。真的，第2球的话，你就觉得好像是可能守门员也有点受到前面防守者的影响他的视线。那这个球真的是，而且守门员是严阵以待的情形，只是守门员有可能没有意料到他是不是真的就在这里。不停球直接就来做射门，哇！那整个来说的话，其实我在5人这个比赛比较多看到，的确就是这种边线球或者是角球，就是往开回来，然后后面的人跟上，然后直接来打第2根门柱，然后在这里就算没有办法直接打进，其实直接打进没有那么容易，然后也有可能有跟进的队友再来做一个接应空门啊！好踢的他反而比较容易进球，而且这个说好踢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球刚好反弹起来。那这个情况下，他刚刚他要用哪一个部位？他不能用手最方便，但是不行所以他刚刚其实是尝试想要跳在空中，然后用头去顶。我们知道，其实你有打棒球的那种，或者是有球我们讲的玩慢斗刚弹起来的高度最难预测因为你要判断它的弹跳。你球如果已经往下落了，就是受地心引力影响，最多就是风势。那刚弹起来的球其实是很难判断，所以他刚刚又要，但是他也因为他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跟空间，因为对手都压过来了哇，那现在对于小猎豹来讲，这是一波机会，剩下2分钟在门前，连续角球。来看一下轩仁继续来开，那当然军佑是埋伏在第2根门柱啦。哇，但是开的高度差了一些，比较可惜。那门将已经来空门了，因为门将刚刚也参与进攻，而且对他们应该是换了一个，其实是你看他是穿着背心，然后是可以来做进攻的门将。好，剩下1分半，对于小猎豹来讲，每一个球权都很重要。好，先把球停下来之后做横向的传球，还是由军佑跟轩仁这2位最主力的球员在配合。那布里山城这边当然就是坚壁清野对，就以防守为主，希望把这个1球的领先守到20分钟结束。哇，两边的教练非常激动。来看这一球开进来，在门前大脚没有清得够远但是在这边给高喜做单刀又来了，长驱直入，这一球 miscue 没有踢准。所以让比赛还有悬念所以有时候也是蛮有趣，就是看选手他可能他的选择比较多的时候，这时候他除了执行之外，他还要做决策。他脑中可能有无数个念头在那边想，我要到底是要 A 还是 B 还是要 C？ 那对高喜来说，那前面有一些我第一时间要打的，反正该怎么打就怎么打。这个点来说，他的执行上面，我会觉得那就是很单纯的执行，成效非常的好。剩下最后的10秒钟，这一球高喜没有犯规哇，已经看裁判要给多少时间了？对，还有，军佑，是不是是认为出界？是认为出界小猎豹这边
几乎这种定位球的布局都是往第一根哦，那比较少来做到其他的一个配合。所以到后来，一开始虽然曾经有过角球进攻得手，但后面布里山城好像也就知道怎么样来应付了。布里山城就刚刚也做人员调整，来看一下高喜又是禁区外的尝试。连续这2波都被挡了下来，裁判直接吹起了比赛终了的哨音。最后布里山城旋风狼靠着高喜个人上演帽子戏法，一个人带领球队拿下这场4强赛的胜利。但对小猎豹来说，比较可惜的是，他们比赛一开始是先进了2颗球，是，这是一个先进2，然后丢3的一个，我应该也是很难下咽的一场比赛。对，当然我想对于小球员来讲，输球很难过，但是希望借由每一场比赛，不论胜或负，都能够吸取比赛经验，尤其在领先的过程当中被对手逆转。这个经验是很可贵的。我想，对于球员如何打领先球，或者是如何扩大领先，对于森巴小猎豹来讲，我想也上了一课。对，那刚刚我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其实在这个布里山城旋风狼能够这个后来居上夺胜就是在比赛里面他们的一个调整，的确是做得相当不错。一开始其实就是打得也比较闷然后突然之间就丢了2球，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像这个冯博，你看角球给人家这样弄进去这有的球队可能这时候我已经垮了，对，可能会崩盘对，怎么这样子？结果当一方面高喜的一个反向立刻插到2球的时候，人家说这是有插一个保险球，那马上先让他回到1球的差距。然后接下来其实今天除了他个人3个进球的话，其实本来甚至应该还会有助攻的出现。那当然，你看他的一个个人表现，就让比赛回到原点，甚至后来居上。对刚刚我们看到高喜连续进了3颗球之后呢，最终帮助了旋风狼3-2淘汰了小猎豹。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看第2场精彩的4强赛。好，我们看到在下一场比赛呢，是由猛犸对上公馆烈焰。所以刚刚看到这个旋风狼已经先拿下了第1张的冠军战的门票第2张呢就要由猛犸跟公馆烈焰来争夺。公馆烈焰这边的话，戴着帽子的这一个，我想如果是国内的球迷应该有机会认得出来，就是我们前国脚张涵曾经在东亚杯攻破北韩大门的那个男人他现在是在这公馆这边公馆国小这边担任教练所以今天也是带着他的这个子弟兵们，看能不能够跟在猛犸比赛有没有机会拿到进军冠军战的门票对，当然既然是前锋前国家队前锋带的球队，我想大家应该可以期待一下，看看他的球员是不是在攻击力上面有没有特别出色的表现。张涵是这个来自花莲阿美族的原住民在以当年来说，他的这一个作为锋线的爆发力，还有他的一个个人的控球能力，都是国内来说也是一代的这个大师那当然这些国脚们在这个退役过后也贡献他们在过去国际赛经验，或者是他踢球这好几10年来的经验希望能够传承下去。对，当然过去来说，大家说那是不是可以寻求教职，然后进入到学校体系？但是老实说，僧多粥少，对这个机会真的不多，真的不多。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在俱乐部教球也更有弹性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国内整个赛，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就是提供更多的足球从业人员的这个，一方面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然后让你最擅长的东西，你可以继续来延续下去，然后扩大了整个这个参与的人口那同样的，你下去，你也可以培育出有更多的下一代的这个小朋友来踢球好，那穿灰色球衣应该就是公馆烈焰，对。那这个蓝色球衣呢，就是猛犸。跟公馆那一开始就有一个单刀球，只是这个射门呢是打偏掉，差了一些。那球碰触界外，应该还是猛犸的球。张涵之前去年在少年杯的时候也有在现场遇到他，
那当然这就是看。说，其实我们大家讲运动员，退役下来之后，他的这个后面的一个职涯的规划，那当然你要是不是会当教练，这也是要看这个球员他本身对于担任教练这件事情，对于教球这件事情，他有没有他的兴趣热情，甚至他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专长。有的人真的是我跟他也想哦，这个就可能不见得很适合。是，那当然有的人可能说，哎，我往行政职那边去做历练哦，所以可以看到职棒，比如说都有，比如说峰哥先去陈金峰，先去做行政职，做副领队，现在要接富邦悍将的总教练的哦。那当然也因为这样，哎，对于整个运作各方面更加熟悉，都有历练过。对，所以他接下来如果他在来看这一球，有了，哇！结果猛犸在比赛的第2分钟啊，马上靠着这个3号林乐，再看一次这一次的横传球啊，哇，直接在门前第一时间这样的有点铲球，铲射相当帅我说长得也很帅哦。对。那我觉得刚刚这一下就是你在往这种门前要去做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要求说这个球的位置100%就是最好的位置。刚队友做过来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刚这球看起来离他是身体略远一点点，对云乐来说，他就做了一个把脚伸长做一个铲射的动作，然后他的脚的一个位置跟球把这个接触的面拿捏好然后小心不要打飞掉，最后执行了一个很完美的进球。好，来看一下公馆雷燕，马上要来寻求反攻。那在2+1的情况之下，还是先被清掉了。而且猛犸的球员一方面后防线上有一个身材不错的，然后刚刚2个人在人数有优势的时候，这个关门的动作做得很漂亮。好的，杰森直接开进来。杰森，这个杰森，对，中国名跟英文名一模一样啊。刚刚这个球，你看就是做到在第2个门柱的一个位置那我们讲说猛拉 game cycle 这边有机会有可能自己打进去，有可能队友帮忙搞进，那有可能对方这个解围打出来的时候一样，对，又捡到篮板了。那这一波杰森往前送球，还是被猛犸给踢出了边线。来看这一次，想要打远角。对，所以这个你看也是把这一个我们讲说弹珠台的一个打法，反正把往那个人口密集处也许就弹进去了，就给他塞过去那最后虽然说这球没有进，但是裁判认为是防守球员碰掉的，所以还是一个角球。还是由杰森来开啊。想办法这球还是出界了，想要留在场中对，以小场来说的话，这样的动作当然比较受到整个面积的局限如果今天是打设在国小是打8人制的比赛的话，刚刚可能会有不错的一个空间好，我们看到猛犸这一次有一个多打少的机会，又来到门前，但是停在界内，可惜没有队友来帮忙。猛犸的话，我让这边。公馆烈焰开个玩笑，如果是这个前锋底的张涵带的，我刚刚已经常常进攻上去之后没有再管回防这件事情对，你看，所以他今天已经至少有2波是这种退防不及的状况所以这场足球比赛其实最重要、最困难的可能就是一个攻守的均衡你要说攻得上去，然后退得回来所以猛犸，你看猛犸今天的这个第1个进球也是把握公馆烈焰回防的时候一个2打2的机会。对，这个以低年级来说，这个许承浩猛犸的27号真的是人高马大好，陈浩再给出来，好，云乐没机会，先往后送。这一球突然的加速突破之后，还是空在脚下做一个吊射，直接出界。那云乐的这几下触球，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目前来说个头还比较小，当然就力量上面一定有受到一些限制但是他在控球来说的话，就是那种控球很黏脚的这种类型的球员。好，来看一下
管烈焰的这个传球掉了，猛犸有没有机会？云乐哇，来不及追啊！现在形成了边线，时间进行了6分钟。好，这脚开进来，直接出了比心接外。在中场附近。猛犸，又是娱乐哦。还是猛犸的球。好，娱乐对上杰森，应该是两队目前的这个进攻的2大要角。对，表现最活跃的是2位球员。好，娱乐，我想要利用速度来突破，还是被杰森给拦了下来。杰森比较像是一个指挥官哦，那这个。云乐就直接像是一个这个负责冲锋上，没错没错。这一球刚刚是由雨辰来开角球啊，被门将的没收。运用自己身高的一个优势哦，来做护球的动作。哇，而且这个。人高马大的情况之下，在门前，哇，可惜有这种身材跟力量优势，常常在这个强碰球来说，比较容易占到便宜啊。就直接有一点点直接强势上来的一个打法，有点坦克车式的，就是推进拖车进来的这样子哦。哎呀，哇，这个横传球，可惜力道轻了一些些。对，刚刚这个其实。我们说的中间的空隙并不大，所以你一定要是有速度的传球，才有可能在中间撕开这道裂口。好，杰森开进来，应该搞进去了，真的，哇，杰森真的就如同洪明说的，就等于是。在烈焰这一边进攻的发动机。对，我们在讲就是这种 playmaker 哦，而且他这个时候，你看以小场来说，可以打出这种很漂亮的侧面旋转哦，然后让中间防守的球员，那个高度上面这么就很尴尬，因为他有一个侧旋的，让门将刚刚如果没有及时的用，因为他刚刚的制空点，这个制攻最有优势，他如果没有用手去处理的话，那后面的队友就非常的没有办法来做解围哦。所以靠着朱家成的进球啊，双方形成1比。当然有半颗要算在杰森的身上，因为刚刚这个球真的开得非常精彩。看到杰森在公馆阵中，看这些所谓的定位球、死球都是由他负责来操刀，应该在整个脚法上面是最值得教练的信赖。而且就是他刚好这种他右脚内侧的运用很好，所以可以打出我们所谓的香蕉球。这个传球，来看看这一脚，可惜在第一个门柱旁边出了界外。哇，猛犸这一边刚刚95号的右翼比较可惜，当然他刚刚停球顺势过防守者的这一下做得很漂亮。当然他往边来过人的话，就会限缩自己的一个射门的角度啦哦。好，公馆烈焰。这球没控住，被云乐给断球成功。猛犸又在中场这一脚球推进，可惜力道还是轻。我看杰森自己拦截之后，马上送的这一下，我看这其他队友的一个传球成功率稳定性上面跟他的确就是有差啦。对，有一点落差。对。那他要传这种，尤其是他要传这种有建设性、有威胁性的这种 killer pass， 那他的成功率是很不错像没出界内，还是出界差了半步。刚刚加成了也追得非常的辛苦。
漂亮，漂亮，娱乐。所以说我们讲的球很黏脚，球都离他的脚差不多都是很近的一个距离哦。所以你看防守的球员，你只稍微不小一些，你出脚要去做防守，可能就是犯规了哦，就踢到人没有踢到球。好，这一球被蒙马断掉之后呢，再先传给云乐。刚好他的几个看拿球的一些，哇，这个对脚法脚底非常的拉球细腻哦。看他的内外侧，我真的觉得，尤其是他两脚运用就是非常的娴熟。然后你看他的两只脚，然后呢内侧外侧动作，等于他处理球可以有4个部位。他这边左脚停，左脚内侧停，然后右脚底拉，然后再用内侧再做一个控球变向。在这一下，他其实做了多少个动作？很多人可能换到另外一只脚飞过的脚，我就是很卡、是他刚刚是一路顺畅，就觉得这个他哪有什么惯用脚啊？他是真的天生就是这个左右开弓所以透过慢动作才能很细部的，真的刚刚这个真的值得看动作，以一个就低年级的小朋友能够做这样的这好像真的是。球就是他的朋友这样子，他可能抱着球睡觉，真的，天天培养感情。是。好，娱乐，好，没机会，也不应带。好，这球稍微对，是有点被卡住了，所以这边杰森也很聪明。好，又是由杰森来。开边线，我看可以传这么长距离。你看这种云乐，像我现在刚刚已经觉得他怎么可以跟足球培养这么好的一个感情？这让我想到《灌篮高手》里面那一个。这个三井寿连续神射之后，樱木不是还跟他说：“这个小山球是你养的吗？”有可能是他养的。我这刚开玩笑嘛，也许真的抱着球睡觉，真的太喜欢足球了。又来了，又是用个人的脚法过人之后，很像的传球攻，漂亮！这次不贪功，做给机会更好的队友，但是。虽然不是他进的，但是整波我想80%的功劳在他身上。先看这个过人好了。对，结果你看而且他是骗到了对方的这个关键球员 Jason 然后用一个要往前拿球的动作，结果其实是做了一个变向，然后顺势的刚好在 Jason 整个动能往前的时候呢，他就趁势的把他给甩开对，所以刚刚云乐的这个传球助攻是做给了队友在右翼。那娱乐这个一传一射是，所以他的脚法真的非常的细腻而且多变。那以这个低年级的组别来说，已经是超越这个规格外了，规格外的脚法。而且我就是说，我们在对于年纪小的小朋友，当然他先对足球要有兴趣，让他觉得好玩，然后。一开始当然最主要的就还是你的个人控球。结果在门前门将脱手之后呢，公馆烈焰也掌握住了机会，又是嘉诚所以嘉诚梅开2度呢，帮助球队将比分给追平。来看这一球，门将没有办法直接拍掉，那当然嘉诚就在这个门前补刀成功了。而且你看，这个都是这种等于把球送到这种危险位置那。以这种大低年级的小朋友来说，你的防守的稳定性没有到那么好说像刚刚这情形门将的一个失误，但是你有做好准备的话，最后也是可以顺利取得进球。好，接着对，哇，直接往这个球门方向送。那现在的话，当然公馆烈焰包括尤其像杰森，他是有这种。能够整个来指挥进攻主宰的一个攻击发电机的一个角色。那他看到门将刚刚这样的失误，现在可能还有阴影是。那对他来说，我想他接下来应该有机会，就是会往门那边掉，然后其他的队友就是来做跟进看看有没有办法再来创造这种进球的机会。所以是就是趁你病要你命那相对之下的话。
在蒙马这边的守门员呢，则是要赶快刚刚的这个失误赶快忘掉哦。那剩下不多的时间呢，还是先把自己的工作给做好，要有信心哦。好，娱乐，哇，这个球啊，真的是粘在脚边啊，对，好像一条线一样。对对对，就像是溜溜球一样哦。对，就是离不开。是。好，这一次的横向传球，传的稍微生硬了一些。连续2场球都是在最后5分钟2平的一个状况。对，看看会不会同样也是在最后5分钟来到4强赛哦，这个都是劲旅啊。好，那当然，这个20分钟裁判还会再给一点点，对，还是以场上裁判为主的一个时间为主哦。好，杰森，哇，这个自由球，有机会直接打吗？哇！杰森来了，不好意思，我又不幸命中哦。对，因为就是很清楚嘛，你看对方门将既然前面那个高球处理是有瑕疵的话，对，不跟你客气了啦，这就是比赛就是这样啊，很残酷啦，就对，你哪里痛我往哪里打。对啊，我一定是找洞打的嘛。是哇，所以那加上这球，他的确又是真的，这个是射得很漂亮哦。哇，杰森这个等于是才过半场没多远的距离的自由球。哇，超级自由球呢，直接打进。那现在烈焰呢，反倒是3-2领先啊。当然来看娱乐是不是来扮演救世主。那守门员的话，看的确可能他在对高球上面，可能还是确实是他比较弱的一环哦。因为这一个球，老实说，蒙马这边是有站这个人墙出来，那也使得这个杰森刚刚必须打一个高角度的球，所以在空中其实他并不是速度那么快，已经有停留一段时间了。所以守门员其实是有这个有机会了，对他其实也就定位了，然后跳起来最后也没有摸到。那这个毕竟是5人制的球门啊，还不是说到8人制比赛用的球门，甚至11人制哦。那这个是比较可惜的一些哦。但是这个出球，形成的界外也让蒙马又有机会哦。其实今天2场比赛都有点是这种要打逆转牌的一个味道，只是说但过程有点不同啊。前面的一场是2-0打到3-2，对，那今天是对2度领先都被追平，然后再反超哦。好，所以真的是你来我往啊，非常非常激烈啊！连续2场看到低年级的4强赛，那当然。娱乐哇，在前场很快的这个漂亮的回旋之后再扣回来，还有还在脚边，能力哦，这边杰森说，哎呀，这个现在目前是我的秀，对不对？两边的王牌啊，真的。我们再看一下，刚刚拉回来旋转了，哇，这脚法非常非常的细腻啊。那2个王牌的话，那我觉得以控球的细腻度来说，云乐真的是绝对要给一个大拇指哦。那杰森的话呢，他在哇，这个出球有一点他刚刚这个球，到底说守门员要出球的话，他球至少要出到禁区。是。后来重开好像还是让守门员再开一次，画面刚好没有带到。所以确实这场比赛如同洪斌说的，杰森跟云乐是双方的王牌，但是球风完全各有特点哦。那杰森目前来说身材稍微好一点，力量上会更大一点，所以他在面对云乐这么有技术的球员的时候，他会运用一些自己的优点哦，体型上面的一些力量的一些优势哦。那不是去说我比你最擅长的地方，是我不要在你的主场，我想办法用我的方式来阻挡你。对，但是你说两边是不是说一定没有互有胜负？我前面有一次云乐的第2个进球，这是刚刚的这个门将开球，哇！结果在这个时间点，虽然嘉诚现在是倒在地上，但是裁判也吹起了比赛终了的哨音。来看一下这个 play， 是不是稍微绊了一下？应该是被对方膝盖去顶到大腿了，所以有点吃鸡腿的感觉哦。还是说倒地的时候这一下被压到哦？不过虽然刚刚嘉诚是倒在地上，但是时间也到点了。对，而且
球队最后是获得胜利。对，而且嘉诚个人是进了2颗啊，梅开二度啊。当然，在这个猛犸这一边比较可惜的是，云德赛个人表现非常精彩，但是独木难撑大局。那他个人的一传一射进了2球。那在烈焰这一边呢 ，Jason 刚刚的那一颗。超远距离的自由球直接破门了，成为了比赛胜负的关键。当然，嘉诚进了2个球，同样也是功不可没。对，而且前面的话，你看 Jason 的话，他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因为第一个是他角球开出来让队友进球，那后面的第2球应该也是他的长距离的一个球，然后让门将脱手。所以你说今天真的2个 key man 真的。全场的5个进球都跟这2个人有关对，这2位王牌都已经把最好的表现呈现给大家那我想，以低年级的小朋友，不论是这个谢杰森或者是李云乐都表现超龄的球技给大家欣赏。这个球就是云乐击败杰森的一球，但是接下来杰森也想要讨回来。对，但是杰森你看。这2颗球都是利用他的自由球，嘉诚在门前补刀。那这一球完全击败了所有人，包括人墙还有守门员。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2场的低年级结束之后，接着要进行的是中年级组的8强赛，河马 U10面对的是建德捷豹。所以当然，刚刚拿到冠军战门票的，那也要有点休息的时间。对，我想我们后面比赛应该会再为大家送上他们这个争冠。我想以这2场看下来的话，应该大家也很期待这个2支球队最后鹿死谁手毕竟都已经也可以看到有一些超龄成熟度的球员确实，非常非常精彩这2场比赛，虽然是低年级但是我想所展现出来的内容。还有场上的一个刺激精彩程度我想没有年纪的差别。是。那有可能你看这些我们现在的话，大家在这种很多小朋友其实包括我们前面来看这个我们的影片的话，很多小朋友可能4、5岁其实就开始在这个俱乐部里面有一个参与足球。对所以真的可能。即使说低年级的时候，他这个运动他已经不是所谓的这个 rookie 了对，已经有相当的一个成熟度。然后在这个阶段的话，其实你的一个基本控球能力好，那后面的你说力量，你可以再去做，透过后面的重训那些未来也可以去提升，然后整个大场的一个团队的观念，这个后面可以再去加强。那有时候。学习技术的黄金时期，真的就是你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是。那这边河马 U10对上建德捷豹那当然，我们说你这技术，你在这时候就是最好的就是一些控球，当然一定控得好、控得顺之外，就是一些包括拿球的一些动作，然后你说我控球很稳我都是。眼睛都是低着，然后看着脚下的球，控得很稳，那个会限缩你的整个处理球的视野。所以你小时候就是能够，我控球控得好，是我可以用间接视野，用眼角就可以足以控球，是让我更多的视线去观察整个场上的局面。当然，中年级组可以看到普遍的一个体型，好像都放大了一样真的。看这球从左边来发展，但是球掉了。那在穿着深色球衣的是我们的建德捷豹队，那穿着白色球衣的就是河马的 U10，而且守门员是个小女生。好，这球出了边线。还是捷豹的球权包括瑞麟还有这个娱乐都在场上。69号的是杨崇恩。边线开进来，但是在中场附近呢，就已经被建德捷豹给拦截了。好，
看到来到中年级啊，确实整个战术的执行啊，团队的配合是更加的纯熟，在门前虽然门将第一下子好像没有没有办法完全打下，但是他的反应非常的快，对，有弥补回来了。对，没有让这个球往门里面滚哦。那比赛开赛以来会觉得，尤其是建德捷豹控球攻，你会觉得有这个整个进攻的一个面的感觉。那守门员刚刚是先用脚来挺，如果他刚刚的整个重心可以再保持更低一点，让他反应更快速一点呢，可能这个球不会到那么样的一个危险了。而且在刚刚那个地方的话他用脚停球是比较风险大的哦。如果说他是可以低重心用手拿球，那就把球给抱起来控制住。他刚刚想用脚停，但是没有停好，才会有一点点惊险啊。如果他刚刚要用脚处理，应该就得要踢掉哦，可能会比较理想一点。有场内不止一颗球啊，2颗球。现在是播印的情况，是不是要先处理一下？因为隔壁场踢进来了。还好2颗球，那个大家应该还可以足以分辨哪一颗才是原本的球哦。哇，建德这一波成功的防守，看2打1，打一个快速的反击，持续推进，哇！可惜在门柱边啊，直接过门不入啊，右凯。你看球衣上就写一个凯，是。那刚刚如果看起来，如果最后再多做一个小小的斜传应该就是队友可以打空门了。但他可能觉得到了这个位置，他自己射门，那再看再一个有没有弥补的机会？但是刚刚在建德的这一波的配合啊，还是相当不错。是。那当然，这2个这个右凯的射门呢，最后都没有能够打进去。那面对河马这边的话，可以看到2次他的守门员都做了很积极的出击，去限缩你射门角度的一个动作。是，所以呢，如果接下来还有机会右凯再有这种单刀球的机会，我觉得多做一脚那门将已经跑出来了，对，再做一点假动作。所以守门员，当然守门员，那我们也可以看看到时候守门员还会不会说每次都出击？那他说该出的时候，他有没有会再去做拿捏？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再进一步观察。搞不好你右凯再做一脚那一次，守门员搞不好他其实掌握说，觉得这个球。那个我不应该冒险出击，哇！这球直接往球门方向，被他自己碰出去的所以是对手的角球。好，这球戳到门前，哇！门将第一时间有挡下来，哇！球地找人的味道那这守门员，我觉得他在这个地板动作的时候，他的反应其实都蛮快的。虽然第一下挡下来，落在跟前了，不过很快的再把球给保护下来。我们再看这一次其实已经配合的非常好啊！这一脚直接送在了门前玉佳也第一时间起脚没问题。对，所以这个球当然对门将来说，这么近距离对方第一时间的射门，那不太容易。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是。守门员想要抱球，但是球已经先打到他，弹出去了，他才要去做抱的动作，已经是慢了一些，但是还好他的下一动反应依然很快。好，这个边线开进来之后呢，在河马这一边，Leo直接自己想要突破3个人的夹击。那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已经开赛5分钟了，还没看到河马这边有什么样比较有危险的攻势。可能进攻部分对，稍微是火力弱了一点点。建德捷豹当然觉得他们的整个球队的一个队形就是打得不错，就后面的话，防守的球员基本上都有站在该在的位置上面那让河马这边不是那么容易能够突破重围所以确实很难带在禁区附近，但是建德这边也发生失误之后，但是如同洪平说在后防线的部分，其实他们布置的非常好。对。可惜这是娱乐自己带球还是出了界外，不过娱乐还是他利用个人不管他的身高、速度还有脚法的部分看来是捷豹这边的发动机是。那可能在5人制的比赛，以刚刚来说，这球带出界了。但如果说是
在8人制的现在国内的足协的少年杯、学童杯的比赛的话，那这种走空间的这样子的一个球员的话，那可能就会有更大的一个更发挥他的一个特点。是那如果是5人制的小场的话，你控球在脚的那个细腻度，可能会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决定比赛的胜负。好，出球之后啊，还是给到了左路的娱乐。没有出界。好，31号是玉佳啊，右路是玉佳直接射门，可惜。对，轻身角球。以这个球的射门的力道来说，门将应该是可以取得球权啊，那再给对方一个角球的机会，往后给 ，OK， 直接抓住，这是没问题了。好，抓住之后呢，快开，很可惜没有衔接上啊。接报这边，娱乐来了，直接大力后门 Go！ 果然啊，确实，娱乐在场上的表现啊，短短的这7、8分钟就看得出来，个人的这个速度、力量、脚法都非常出色。他的这种爆发力的话，我看在场上球员算是最有特点的。虽然说有一些这种做这个快攻的推进，有时候可能是场地有点小，一带就带出去了。但刚刚以这个来说，这个贴地的射门真的是执行得很漂亮。那现在捷豹取得1比0的领先。当然攻势的部分呢，捷豹还是掌握60%以上。其实捷豹如果不是说一开赛前面2次的一个单刀球都是差之毫厘打偏的话，其实也许更早就已经可以把比分给打开了。哇！但门将出击的时间也抓得很好哦，自己刚刚出的锅，对，自己再赶快补回来。这边我们看到河马这边，我不能让你用同一个招式吃我2次了，是圣斗士的尊严啊！这球开进来。在中场附近呢，其实差点又被建德捷豹拿到，但是这一下玉佳扣回来之后推射可惜哇！但是门将啊非常积极，想要把球留在界内，但是要小心，现在是一个多打少啊。对，门将刚刚这种球的话，你有时候该给人家的要给，对，干脆就出去好了。这时候有时候救回来的时候，反而变成是另类助攻对方的大呛死。对。因为刚刚在这里你在自家的禁区内其实是没有人数优势的那我们真的也不建议在这么危险区域，然后你去做了一个扑救，然后把球留在场内，那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做防守动作。对，所以干脆就让他出界角球，大家重新来防守。因为刚刚退防的人就是不够，也就是说这样子出界外，然后回来防守，大家都各就各位。对，绝对这种情况之下，失球的风险绝对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也是小球员的经验我想透过这个 play， 我想还有转播，那教练也会知道现在状况，也可以给小球员更多的一个指导。那另外呢，我们以类似的 play， 我们可能你要考虑到说现在场上的时间还有比分的一个状况。哇，这一脚大力轰门啊！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个女生的门将真的很勇敢，完全不怕球。而且你看他最后处理球的时候，你看他露出了笑容，对，知道自己扑得很好，确实这个扑救我做得不错，给自己打气。还在界内横向传球，应该扣回来之后起左脚，这没办法已经是调整过后的起脚了。而且前面的话打一个贴地，现在我再来一个高角度，黄金左脚再一次的开轰了哇！所以你看。就是再调整一下，最舒服的位置再来起脚。对，用右脚来帮自己的左脚做球所以娱乐整个程度部分确实在这场比赛非常突出，又想要把球拉回来，但是被 Leo 给断掉之后呢，个人的推进被夹击这是猎豹的关门成功了。而且你看到这个娱乐他是。一个左撇子，我想是蛮惊奇的，他的左脚的一个威力。但是其实他常常用右脚在控球，也就是说他不是说我只靠如果我的传控都靠着左脚，那你的打法也会比较单调，你比较容易预测。
那他常常是我用右脚在控球，然后来诱敌，然后想要再给我左脚有一个射门的机会跟空间。好，现在剑的捷报又来了。那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守门员类似这种该出去的球是要怎么样去做处理？那有的时候，如果你现在是比分落后或者是平手，你就是有这一个控球权的压力不要轻易的放弃球权然后呢，再加上时间可能到比赛尾声，留给你时间不多了的情况之下，也许有时候你可能要冒一点风险那以刚刚来说的话，在比赛前段好像不太需要。那这个球的话，在初级上面就比较尴尬，位置有一点点不上不下了。对，所以这一次佑凯就掌握到了机会了。1对1跟门将 PK 最终是穿过了对方的食指大关，剑得捷报3比0，已经拉开了一点优势。而且的确打得非常精准当然这个时间点对于河马来说就比较不利了。那不利不是因为他只落后3球，更重要的是他进攻没有展现出破坏力。目前好像只有1次射门，但只是一个就是远距离的，然后刚好掉过去，也没有门将拿下来，很大的破坏力所以这是河马的一个困境。对，那这你可以说是他进攻不好，还是说建德这边的话，在这个退防这边都是防守很有这个组织很好的一个组织跟站位那看看河马有没有办法能够突破目前的一个困局好，来看这一脚在禁区外还是先被破坏掉。毕竟以今天来说，其实对手的进攻的确是很强势那在前段是可以顶得住，但是如果一直没有自己也能够进攻去做牵制的话，那种压力一直袭来你真的是迟早会出事好，来看这一球，最后出了边线，还是捷报的球权。好，现在捷报来看这一波的小球，开进来，还是被利用给拦截。他比较打个人啦对，那其实，在河马这一边就看 Leo 这个箭头能够发挥到怎么样的程度。但是确实今天剑人捷报在整个后防线的布置部分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好，佑凯先一个横传之后，上看到是剑人捷报碰出了界外。是不是43号的这个杨立群球衣上面是 Andy Young。捷报球，这一脚传球没有任何队友。那传超有点2个队友的中间河马要把握最后5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建德应该是胜券在握，而且可惜已经把门将给吸引出来，对，但是没有办法把这球给推进去69号的杨琼恩，他是 Max Young，他们球队还有个 Andy Young。好，来看河马的这一波，好往禁区塞但是队友没接应到也被剑的捷报的门将稳稳的守下来。但是这一球在前场断球之后，有没有机会完成射门呢？还是没有办法。其实剑德捷报的守门员以他抛球的动作来说，看起来不是那么样的利落啦。我当然不知道他搞不好他很会扑射门，这个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机会看到但是以今天河马的进攻力，我根本没有机会去 test，我连看你的底牌都没有办法看，对，没有这个考验到真的对方门将的一个扑救能力了。好，那这一次有没有机会？禁区外面手球不能用手但裁判可能因为他手还是贴着身体，而且是一个倒地时候等于支撑身体的必要的一个动作
并不是说我已经在地上了，然后手伸出去，哇，这一脚可惜进来了，没有进 ，Andy Yang，可惜了。看看就是在这边能够把球碰向门的方向的话，基本上是拿球稳了哦。不过我们看到健的捷豹的攻势啊，还是非常凌厉，一波接着一波。其实河马这边比较可惜啊，刚刚过去的这1-2分钟啊，确实是有比较多的进攻的火花，但是没有点燃。对。那河马这边就是真的我打梭哈，然后就是基本上发2张牌我就盖了，就是这种根本没有办法跟人说，我逼到你最后要看你的，我要看你的底牌没有亮底牌没亮出来。因为你说两队的门将看起来，老实说，河马这边门将表现也不差啊，甚至光是以这个手持球的动作来说是比较好的。好，这是角球。但是我们同样也要看这个守门员，觉得他已经是相当有胆识，这点绝对值得肯定。那其他的部分，比如说你要出击的时候，你如果在禁区内，你在禁区的出击，毕竟你是可以用手去增加你的一个扑救的范围跟面积，这时候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他有几次已经是杀到外面，杀到外面要记得一件事，你不可以用手。没错。所以杀到外面的情况下，你是不是说我冲出去就有胆识就好，而是你的这下判断是我几乎一定比对方更早到位，我有这个把握我才可以哦。因为如果我跑出去，结果在禁区外面，然后是对手先碰到球，因为我不能用手，这时候其实我是弃门的被动局面。是，对。那我在弃门对守门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对，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我为了我做的这个东西，我到底除非我一定很有把握，然后可以做出更具体的一个防守的贡献跟破坏，才值得我这样去做。不然的话，就是只要一失败，这个失球的风险太大。对，所以我就说，禁区外的球，你判断是一定是我先到我才出去，不然没错，你不轻易出击。我情愿在我的所谓的舒适区 ，OK 的哦，因为你守门员的位置。来看看这一次，哇，河马还是没有办法来考验一下这个健的捷豹的门将直接这往前啊，就已经先破坏对方的起脚了。守门员这个位置英文是 GK 嘛，是 goalkeeper。从名称上面来说，就告诉你要 keep 你的 goal， 你的这个门，是，这还是你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当然对于河马来讲，应该时间不够了。那落后3球，也剩大概1分钟左右。对，现在捷豹的角球权哦，还是捷豹角球。这场比赛当然对于捷豹来讲，还是展现蛮大的宰制力的。那不论攻守啊，确实都比河马踢得更加出色。这个远距离的轰门，对他的黄金左脚真的是鬼见愁啊！对自己的左脚非常的有自信。刚刚有犯规。中间是不是有防守这边的手球？所以现在说的话来做一个罚球哦。好，来看这一个罚球，直接打在对手门将的身上哦。但现在空门要赶快回来防守了。前一个 play 应该就是这个河马的球员在禁区内有手球嘛，当这球通过的时候速度很快啊，那手可能就碰到。好，不过刚刚我们看到门将的防守有考验到了，但是这个角球没有办法完成进攻呢，裁判也吹起了比赛终了的哨音。
那最后呢，就是由建德捷豹3-0击败了河马 U10啊。当然，宇乐啊，在本场比赛个人是进了2颗进球，也帮助了球队。那当然，佑凯也有1颗进球。那最后呢，建德捷豹是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啊，取得了这场8强赛的胜利。非常恭喜建德捷豹。当然，河马 U10啊，这场比赛确实在进攻方面呢是没有办法突破对方的防守，尤其在后防线上啊，或者是在建德捷豹这边门将的处理也相当的有耐心，或者是非常沉稳。我觉得他有他的一个，他是这场比赛其实也是亮点哦。那虽然说最后丢了3球，然后那表示，但是我觉得至少他已经有一些作为守门员，然后的一些好那个优点的地方哦。那有一些细节的部分，我觉得这都可以再加强。但是我已经看到了一个可以作为一个好门将的这个值。这个底哦，那尤其是他的一个胆识哦，那我觉得甚至，毕竟你知道，在国内这个女足的一个选材是非常宝贵的，对，苗比较少，苗比较少。我们有个不错的这个女生门将，哎，这个感觉上我很期待这个未来哦，因为他光是不怕球，对，光是不怕球的这一个特质就已经非常难得了。对哦，所以我想说，在这个情况之下，而且他也有一些，他地板动作其实已经都做得相当不错，其他就是在一些初级的判断等等的，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是，好，那这边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黄蜂争霸杯的现场。好，欢迎再回到黄蜂争霸队现场。那紧接着要对大家送上的是小猎豹对上猛犸，那这就是季军战。OK，对，刚刚我们看到4强赛，其实2支球队都非常可惜，都是这个球队当中都是有领先的，对，都是有机会拿下比赛的胜利，但是在最后5分钟失手，对，所以等于是。就如同洪明讲，都是有在领先的状态。对，森巴小猎豹甚至是一度2-0领先。没错。那而且他们2队呢，其实都有一些，我们觉得已经是相当出色的小朋友，包括在非常值得期待。对，森巴小猎豹的话，当时这个傅君佑的一个表现相当的这个出色，然后来搭配他的这个搭档这个郭轩仁这个双箭头，那至于在猛犸这边的话，绝对要来关注3号的云乐这个我觉得这个有点小梅西的这个味道。对，他的这个脚法真的非常细腻，而且变化多端。甚至大家常常在讲这个梅罗之争嘛，你其实到现在会觉得，因为毕竟 C 罗是还蛮吃他所谓的一个身体条件跟运动能力的，那这个年纪大了，结果在比赛的一开始不到1分钟，马上在门前掌握到空门的机会，哇！来看这一波，
哇，虽然门将出击，但是没有办法把球给清掉情况之下，猛犸右翼右翼。所以刚刚这个 play 的话哦，那这个圣马小猎豹的守门员哦，他出击的时机，我觉得他犯了错哦，因为其实自己的队友都还在可以来处理防守持球者的情况之下，守门员刚刚不应该去放弃掉自己的一个大门。刚好在前一场娱乐来了，娱乐，这一球结果在底线还在界内，是哇，娱乐刚刚一个人过3个啊！现在右边是一个空档，但是觉得直接射门。守门员刚刚这球守得不错，但是他在前一次的那个出击的判断是对。我们前场比赛我们也提到了，当你要做气门这个动作的时候，它就是代表这个是有风险、是冒险的。那你要做，你为了什么东西值得去冒这个险？哦，那刚刚看起来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当你的就是你的队友都还 cover 得了的时候，你其实不应该气门哦，你应该救自己的大门哦。那就除非说，这个队友要被过了，或是做这种的单刀球，弃门而出，那这是一个没办法。但刚刚来说，你还是有主动权哦。结果最后导致对方的一个横传球，然后门将碰到了，但是最后对方打进空门。好，连线进来之后，这一边想要带出一点空间起脚。而且比较闷的就是说，小猎豹这个丢球，对方王牌都还没出手，有人说：“哎呀，我只是在旁边看而已。”毕竟在前一场4强赛，我们看到当时猛犸的2球都是娱乐所进的哦。那现在呢，其他队友也能够加入到进球的行列，这对于猛犸来说是个好消息。好，娱乐要打圆角，这一球可以传可以射。对，娱乐真的。球技好，长相也很帅气。对，而且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就 C 罗跟梅西，就是他到了一定年纪，现在的话，C 罗毕竟就是年纪大了，现在他也要维持那么好的一个体能跟强度，就是不容易。那反而是这靠技术，当然梅西的这个力量也很不错，又是一个禁区外的长射啊。那刚好队中的话，有力量的这名球员，有身材的，就是27号的许承浩了哦。对，承浩也是拉回来之后呢，找到空间。那承浩，他的这球是助攻95号的这个林佑义，因为球速很快，对，刚好佑义就是埋伏在这个第2个门柱前面。所以佑义进了2颗了。而且2颗就是都是在门前，对，哎 ，right place right time 啊，这个也是所谓的锋线球员的进球嗅觉哦，在适当的位置出现那当然进球就格外轻松啊。承浩他的身材这以后就打这个中后卫非常好。看看猛犸，这一波还是往禁区送，被对方门将接住之后呢，刚刚看到这个娱乐的动作，你在指挥一下队友。不错，这场球可能对于娱乐来说，看到其他队友挺身而出哦，这个可以出界。现在2-0猛犸不到5分钟就已经取得2球的优势。所以当然，你如果以小猎豹的角度来说，连续这个2场比赛等于是处于一个连丢5球的状况哦，这也是比较闷。而且今天这种2个丢球都是early goal，对，一开赛就有一点点就是好像还没睡醒就已经赢了，客气了，好，角球，所以刚刚旁边也提到，对猎豹来讲，从前一场比赛到现在是连丢5球，那这个心情上面难免会受到影响，尤其对于小朋友来说，对，在一个比较低迷状态，看能不能够先有一个进球，然后
把这个士气给拉起来。对，因为对猎豹来讲，现在开赛的5分钟其实没有太多进攻机会，大部分的球权还是控在猛犸的脚边呢。尤其娱乐，哇，又是一个个人动作的一个回旋呢。结果我们这边看到，这个为了阻止娱乐哦，然后这个小猎豹的这个9号傅君佑哦。已经是连他没持球的时候都要把他给架开哦，所以其实云乐有跟场边跟裁判示意说，哎，这个在拉，这个在推人啊。云乐，我们再看一下，他一个人啊可以吸引对方啊至少2位防守球员哦。当然，你看，当然后面下一个动作其实是球后来已经交给队友了，结果他还是被对方给扛开来。哇，陈浩同样利用他的速度啊过了2位球员啊，但是这一球清的不够远，还在猛犸的脚边。哎，那刚刚画面上看到猛犸这边也把换个小女生，对小女生给换上来了，可以看到应该是5号的，看背号是5号的李宇恩哦。那猛犸阵中是还有一位22号的陈佑璞，在前一场比赛我记得后段也有看到他出现。哎，这个转身，哎，球还是在脚边。而且宇恩看起来是现在先换下了这个他们的王牌云乐哦。对，那这一下陈浩也贡献进球了。是。这一次总算是自己进的了。我们再看一次所以他的身材真的是很有优势啊！比起身旁的这个队友或者是这个敌对的球员都高了1个头不止啊！而且这个 play 我们又看到了，就是小猎豹的门将。又跑出来了啊！那就是刚刚陈浩就至少队友都还 cover 他，然后我们就是换一个角度，如果刚刚这个 play 这个射门，然后门将其实还在球门线上，我觉得这个球应该不太会进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小猎豹的门将来说，可能他好，我们再看一下刚刚的这一球，对，就这边的时候他但因为对方这边的话其实是角度受限，然后呢，你自己的防守者也还可以在一个还在可以 cover 他的位置哦。那而且刚刚你防守者已经把他逼到比较往边来走的话，你射门的路线其实就这一条，你只要把这条线 cover 好就好。然后就是在球门线上，刚刚是在第一个门柱把自己的位置站好，结果他跑出去了，反而变成一个渡到一半被人家打的一个情况。对守门员来说，而且我们班，尤其是在两边呢，如果你需要出击，一定是完全被摆脱了啦。是陈浩又是一个远距离的射门钩，应该是换了门将了。对，刚换门将，结果他还没就位啊，这个陈浩就直接就是打你一个措手不及啊！哇，又是往圆角的方向来做瞄准啊！我们再看一次，你看刚场面才刚换了门将，门将还来不及回来，所以还有包括说，在这个文字比赛，虽然说是可以一个这个无限制换人，这是一个比较像篮球的这样子的一个，但是篮球基本上也是在一些死球状态才可以换，没错。但是5人制是活球就可以换。但是你不是我随时可以换，不是这样子的。通常来说，你什么时候换人时机？当我控球控到前场的时候你这时候可以做换，比较安全。对，那刚刚这种球，当然有可能就要换的时候，刚好球被拦截到，就马上就被打回来。这个球真的是多丢的，所以今天小猎豹光是在门将这个环节上面，4球有3球是这样掉的，哇，那真的是，就这样光是这样子，你守门员是比赛的最后一道防线那。就这边的一个让你付出的代价真的是比较大哇，这一波的进攻上跟这个军佑的搭配啊，还是差了一点点。好像有没有机会来帮助球队破门？传箭头了。这个传球没过啊，所以被猛犸给破坏掉之后，直接的快速推进，那可以做一个横传想法是对的，没错。那对方当然也知道，唯一的路就是横传了，所以还是把这个路线先封住了。宇恩刚刚也已经准备要接应了，这球过来，我一定把它送进去啦！宇恩替补上来，可惜还没有进攻的机会。还是猛犸的角球
雨辰。但尤其是小猎豹这个，尤其是第4球，这丢的真的是够远。对，在门将还来不及回防的情况之下，有点半空门的味道。对，所以说当然这种比赛里面什么时候能做什么事情，那这个哦，那你一上来的马上就赶快就定位了啊。那这边看到的是这个猛犸的休息区，猛犸的教练是李家伟。看起来在季军战，猛犸倒是打的是势如破竹。对，而且才到一半的时间已经是4-0。对，那猎豹这边有一点零星的攻势啊，但是比起前一场比赛4强赛啊，确实是更闷了一些。好，来看项轩仁追求出了底线界外。猛犸现在场上的李宇恩、陈佑璞2个小女生都在场上了。那其实表现，我看他们在整个比赛，至少他的跑位等等的，然后也都做得不错。那宇恩看起来年纪好像更小一点。对，好来看这个门前啊，这一脚没有推进去，可惜了。猛犸29号是玉维，不过可以看到。猛犸99号的雨辰的速度很快，那当然5号是宇恩啊，非常可爱。那看这一次在门前，哎呀，就差这一脚推进去就可以了。对，想要用左脚射门啊，结果这一脚就打空掉了哦。哇，蛮可惜的。但是可以看到雨辰他的破坏力是他从不管左路右路边线的推进啊，对方是拉不住。想说这个我们有这个转播的，要让大家看到，我们不是只有云乐，对不对？对。怎么这主播这个球迷一直在讲云乐了？我也很犀利。不过云乐下去也不能讲。是。而且当然云乐下去之后，而且今天就基本上4个进球都跟他没有关系哦。对，没错。我觉得猛犸也是。那我们再看到说，他还是有其他的球员蛮有余裕的。对，而且现在你看，连那个我今天也有进球的这个许成浩呢，现在也下去休息了啊。那换上这个9号的陈柏佑，我都已经打到季军战了，打起来是游刃有余啊。好，来看这一球被门将碰掉。宇恩刚刚也非常拼命的想要把这一球给留在场中啊，不过还是输了界外。看看小猎豹能不能够，好像直接开进了，哎呀，已经送的不错了哦。这边但两边的小朋友的脸上表情就是会有蛮明显的落差，对。那在猎豹这一边，大家当然是比较沉重一点的，因为现在球队没进球，而且还落后4颗。4比0领先的球队，真是人人都觉得，我也来那个一下，我也可以，有机会我射门，我赌一点没关系，我追求一下个人的表现。漂亮哦！好，来看猎豹这次的横传，哎呀，可惜了。但是队友啊是没有办法跟上。对。在边线，军佑啊这一球没有控好出界，所以球权又在猛犸的脚下。所以像其实对守门员这个位置来说，其实跟一般的球员也不太一样，他会有比较多可能要拿球之后的这一个踢球的动作。哇，佑璞刚刚也非常的勇敢啊，想要在中场断掉这一颗。对，军佑有没有机会？对啊，你哇，还是直接挑战门将。他前一球如果说把重心摆低一点，直接用手处理的话，就不会再有后面的一个形象回升了哦。好，这边断球成功之后，现在有一个2打0的机会吗？可惜啦！哇，这个爆头，我觉得怎么没有打进去？柏佑做出了这个柯师傅的招牌动作抓头。
好，来看优普稍微绊了一下，不过球还在猛犸的脚边。好，玉伟，那现在博佑，但是 Edison 君佑啊，是踢在了猛犸球员出了边线，所以是小猎豹的球权。现在当然在猛犸的教练这边就大家都有机会都上场哦。对，因为现在的领先是比较安全的距离啦。好，右扑，好，这球先被清走。其实我觉得当教练哦，那毕竟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很喜欢很开心看到这种基层的比赛，特别是能够在假日进行，哇，家长都在现场啊，大家。我小朋友从头到尾没有上过场，让我参加球队干嘛？对，所以我觉得教练在可控的范围一定会多让可能平常踢板凳的球员要能够上场，总有机会找到机会让大家有了，总算小猎豹在第17分钟啊踢进本场比赛的第一颗进球。这个球让我们当前面看一个比较大的画面的时候，转移过来说，我那守门员好像没有在状态内。他说刚刚跑去旁边喝水还是干嘛？然后所以他突然怎么突然就一个单刀球那种感觉，所以他没有准备好，这球被打的有一点点莫名其妙哦。当然那个 play 因为一转过来，我们就看到他就是他刚刚并没有站在一个守门员该有的位置，他甚至是站在门柱旁边哎。就我刚刚是有一点诧异，就是好像。所以今天等于两边各有一个丢球，都是一边是刚好在换守门员，然后还没救回就被打；一个是一个门将怎么突然刚刚有一点点不在状态内啊？哇，可惜这个禁区外Sean 轩仁没有办法把这一球给打进门内啊。刚刚在小猎豹部分呢，进了唯一目前的一颗进球是1号的右威。这边让我看一下重播，刚刚门将是在这个站在球门的正中央，所以我这边更正一下。然后但是那刚刚这个 play 就是一个对方直接过半场的一个快攻球。那守门员其实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我队友整个已经是控到更前面的时候，你其实还一直站在球门线上，是不是比较保守？你应该适时的在队友推上的时候，你可以出来一点。因为这样子的话，对于一些对方打的一些长传球，你可以有更好的机会来去做处理。不然的话，你会留在自己的所谓的最后一名防守者跟你守门员中间，你给对方一个非常大的背后空间可以打的话，其实对于足球比赛来说，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当然，可能说低年级的小朋友，特别是守门员，他目前这个站位的观念还没有那么早可以那 OK， 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再去加强的地方。不过猎豹最后这2分钟左右要赶快把握住，其实开得很不错啊，很可惜在门前的这一脚并没有把握。小猎豹最近这1分钟的攻势啊，非常的猛烈啊，看看能不能再把这个失球给追回来。那对手都已经是换副将上来了，你怎么样也要，就是这时候说，你敢轻视我，我就让你付出代价，对不对？对，要多进几颗啊，看看能不能扭转啊。这个 Ted 讲个人能力哦。好，对，这一球还是踢得比较勉强啊。对，角度已经被封死的情况之下，还要选择来进攻。这样想要用脚背外侧啦，我要打一个门前的捅射。好，有为这一球先出底线。所以说现在的这些，尤其是俱乐部的教练那当然在比赛的时候，怎么样去安排球员，尽量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比赛。哇，这门将出来，对，门将的出击完全空门。那这个就如同这个洪斌一直在说，你门将出击一定要绝对大概有90%以上的把握才能出击。尤其是说你杀到禁区外面的那如果你也没有碰不到球，你这时候怎么样？那他应该站在哪里？你可以站在就是禁区的线上，因为在这边你这时候你没有办法比对方先碰到球，你就在这边，然后严阵以待啊。对，你把他角度对，然后对方还是要带过来，然后要射门，然后我这时候尽可能的在我可以用手的范围内把我的面积增大，然后
我没有主动权，但是你有瞎嘛，是瞎准就胜利耶，哦，那有时候这种说，压力给对方，反而是对方直接打飞掉哦。啊，所以猛犸在这场季军战啊，完全掌握了这个球权或者是进攻的态势啊，最终是以5-1比较大的比分的击败了森巴小猎豹，也恭喜猛犸获得了2023年黄蜂争霸杯下半季低年级组的季军，非常恭喜猛犸。那森巴小猎豹最终是获得的殿军，同样也是表现得非常的精彩，一路的过关斩将，能够杀进到4强赛啊，也显示他们在这半年来所练习的成果。一开始哇，猛犸因为非常快速就取得了2球的领先哦。那在门将，看这边这2-0哦，一开始就是让小猎豹就陷入被动。当然右翼一开始连进了2颗啊，但也奠定了比赛胜利的基础。另外陈浩在这一场比赛呢，在这个云乐很快的就下去休息的情况之下，那他也发挥出他应有的水准。那换上来的替补的球员在后半段呢也都有一些表现。当然小猎豹这一边呢，仅仅靠着右威进了唯一1颗进球啊，其实是有一点点落差，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1颗进球。那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守门员的部分啊，那真的比赛的最后一道的这个防守的关卡，如果一旦呢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的话，通常来说真的是影响蛮大的。好，那刚看完季军战，最后就大家期待的冠军战啊，埔里山城旋风狼对上公馆烈焰。当然，两边的这个球员在旋风狼这一边的高喜，是那在烈焰这一边就是杰森，在4强赛上演帽子戏法，让球队从2球的落后，最后3-2逆转胜哦。那在这个公馆烈焰的部分，这个谢杰森的话，他不太像是门前锋线上面最后一个负责进球的那个人，但是他是负责在这个组织，然后呢这个输送弹药，然后整个指挥全场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我们看看2个人的一个对决，而且杰森有一脚非常犀利的这个自由球，是。有点像是这个 Kevin De Bruyne 这种连接器、节拍器的这种作用。也穿个这个7号来看这一次，可惜右云没有办法完成射门。De Bruyne 呢，在比利时国家队，我记得也是穿7号。对，所以也许是他的偶像。是。但丁丁最近受伤啊，不过要复出了。这真的是一个丁丁，真的是一个热爱传球的男人。没错，他这个脑中这个传球路线啊，不知道是怎么规划的，常常这都出乎大家的意料，而且非常精准啊。尽管其实他的射门也不错，但是他的传球真的太出色了，没有办法。好，还是交给杰森。杰森，你看，在边路这边看能不能作为中间的队友。那当然，在穿着黄色球衣的埔里山城旋风狼大家也可以来关注19号的高喜英文名字是 Momo， 刚好转过来给我们看一下哦。好，这一球掉得不错，起脚没有踢好，力道不够啊，右翼可惜。这边还是公馆的边线球，对，公馆烈焰边线。旋风狼在比赛的这2分钟还没有太多攻势始终球权都保留在公馆烈焰这一边。不但力道有，而且准那在这个年龄层来说的话，那真的是非常够用了好，现在航域这一球被断掉之后杰森直接自己带球先停下来，好找一下队友。公馆烈焰这一边控球的节奏是掌握的相当不错，但是这个很难就掉。对，逆转胜对他们应该也是相当受到鼓舞好，那这球先踢到边线等待球员回来防守。而且刚刚这个球就是相当真的是很成熟的一个意识，就是在这边的话 ，OK，
对，没关系，我球权不要，没关系，我先踢掉。Safety first。哦，那就是让队友，因为知道刚刚在说啊，有点我们突然昏昏人可能不够，先让大家就定位。啊，刚刚想要传在高喜的脚边啊，可惜没有办法起脚。现在换成是布里3层控球。好，来看旋风狼。对，那高喜还是要让他在前场，甚至越靠近禁区的位置拿球更有破坏力哦。哇，这个出球，哇，这个出球刚好落在了旋风狼的脚边呐，杭玉，18号的杭玉。那顶在旋风狼今天锋线的是72号的林俊凯。好，杰森要自己寻求突破，队友也都是以他为中心。对，要加成先回给杰森。哇，在两人夹击之下，还是找到一点缝。好，嘉诚，嘉诚在前一场比赛啊，个人是进了2颗球。而且我们看到整个杰森的一个站位，他都是会在这种中路，然后呢稍微后撤一点点，然后让他在场上可以更清楚的去掌握到整个相对的一个位置。那也让队友一旦是抢到球权了，马上给他中间，那立刻去做指挥。他不太没有必要，他不太会所谓的深入敌营让自己去陷入到一个这个有点就是在局中这种让他一直会把自己给抽离出来的这种状况，然后可以更有一个大局观哦。好，来看杰森这一脚，哇，还是要送给队友，这2波的进攻都被防守下来。哇，我们看到旋风狼的门将啊，表现得非常精彩啊。好，看看是不是能够转守为攻，有没有机会？你看他在整个让球可以一路出界，就是他有一边他追着球跑在一个他可以控制球的范围，然后呢，那也有适时的能够回头观察一下，对 ，OK， 对方根本就追不到了，我就让他出界，很好的一个动作，那是刚刚是11号的侯诺亚，哇，这一球在中场附近啊，差点没断掉，不过还在双方的脚边啊，互相球权的转换，诺亚解围，对，直接踢掉。诺亚看今天在后防线上几次这种，我们讲的是蛮聪明的一个处理球，好像都是侯诺亚包括说在这边安全第一，把球先清掉，让队友可以来就防守定位那也是很有不错的一个场上的观念的好，诺亚这个带球，高喜把球给断掉之后传给队友，来看这一波有没有机会攻？混进去了！哇，没有清掉杰森。但是这个球他是要回来协防的啦。对，所以这个其实真的也，我觉得不能完全怪他踢的位置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就往球门的方向前进，所以有点乌龙球的味道。应该最后是那当然，因为这个高喜传的这个球，然后已经是让72号的林俊凯这个也非常接近，所以这个杰森的话，他就是要赶快在中间要去把这个球先一步碰到，那在一个高速回追情况之下，结果就碰到了球，结果往自己大门滚好，杰森拉回来之后还保有球权吗？来看裁判怎么判这一颗，还是边沿的边线。杰森一定往门柱来打啦！当然，对于公馆烈焰来说，现在虽然先掉第一颗，而且是一个没有预期的吊球，那不要急，因为现在只进行7分钟，所以对于小球员来讲教练一定要先稳定这个球员的心理。不过可以看到在，失球之后，现在杰森的位置就比较靠前他就有一个要抢攻的压力了果然自己来选择起脚其实前7分钟看来，公馆烈焰还是占了60%以上的攻势，所以不是没机会进去。你看到现在的话，你看张涵呢，公馆烈焰的教练把杰森换下来，
交代一下。其实他看他是要过去跟他讲事情的，马上你看现在正在讲啊，他把他叫过来说，其实不是让他休息，是他刚刚张涵现在可能有一些锦囊妙计哦，然后或者说有一些刚刚注意到说，其实Jason可以去做调整的地方，赶快。就是利用，马上现在讲记得最清楚啦。你说回去的时候，当下你们听那个什么东西啊，真的是你看现在就特别特写一下张涵，我们导播非常的有 sense 哦。哇！但是这个出球有点危险，不过旋风狼的这一脚也没踢好，你也没有把握住哦。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哦，这个 Jason 哦，经过了这个张涵教练的一个。马上现场的指导之后，回到场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好，来看用个人速度突破，现在有个人打一的机会啊！但是传的位置稍微深了一点点啊。对。不过确实回来之后也创造出一个有威胁性的推进啊。但是对于公馆烈来讲，他们现在是落后。整体来说，他们的攻势还是比较多的那一方，所以现在还有超过1半以上的时间，其实不用太急啊，好好把握，创造出一波比较有机会的射门比较重要。等一下传讯息问一下我们张涵教练是当时讲的什么？如果讲完了这一下就进球，那就太神了，这神调度。好，Jason。稍微控制一下节奏这个转身没有犯规，比赛继续不过我们看到Jason确实在这个节奏的掌握部分是比对手来的更细腻一点，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些优点比如说像刚刚其实他在卡位护球的时候面对对方是有一些肢体接触，那有的球员在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很毛躁然后或者是就是跟裁判抱怨。当他失掉拳头跟裁判抱怨，那我觉得Jason没有这些动作。对，他就是 OK， 你招呼我也就是说比赛的一部分。对了，我也认了。对，那但是 OK， 就是如果裁判没有鸣哨，我不会停。然后我就不要自己当裁判。对，然后我就球把它控好，你就算你刚刚球掉了，我就拿回来。Jason 不断的在门前传单攻。他要回来了，刚刚我失去的，我把他要回来了。就跟他说，你要跟我教练以前一样，我是个前锋，我拉回来，我就是自己进球了，对，哇，连拉2球之后穿裆，那就也有一些差别，就是这一次暂停，就是在换人回来之后，我就Jason的打法上面好像比较更。展现自己的个人能力，对，而且比较积极，对，不是说只有比较多，之前的话传球比较多然后那现在的话就是教练可能说，其实那个反正我们现在落后，我们现在需要你更那个你的个人动作基本上对方守不住你。高喜来了，高喜这就是说，如果要比这个王牌的话，对不对？我也要亮一下，不能沉默，对，亮一下我的武器啊，安静了啊。现在毕竟比赛回到原点，才过1半而已。大家都还有机会啊，高喜也还没发挥啊。Jason，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在0-1落后的时候，Jason刚刚是比较让自己去做一个冲锋陷阵的这样的进攻击手，打得比较靠前。对，那现在平手之后呢，那他是不是他会再做怎么样的调整？就目前站位来说，他还是站得蛮前面的，跟他一开赛的时候不太一样。那高喜的话，当然这场比赛呢，他面对到的这个是侯诺亚。侯诺亚是一个目前看起来是一个蛮有球商的这样子的一个小朋友那是不是以相当程度可以去限制高喜的一个发挥？哇，两边的教练团运筹帷幄，那不断的关注场上的变化，交代因为是冠军战所以。真的，这个场面是非常的紧张跟热烈。Jason， 追求先让他出界，是保有球权。指挥一下队友。刚刚最后一脚也还可以不让他出界，但是他就是我觉得瞬间马上就做了一些决定因为他刚刚拿了之后，他还要再做下一脚的转身未必更好。是。这球有机会挑射吗？没有过。不错，门将在这个下3路展现的功夫。哇，刚刚永熙如果挑射的高度高一点，也许就越过门将了。好，
但是这一球又有机会起脚，但是力道不够，杰森。杰森这手他的非惯用脚，刚刚左脚是有打正了，但是力量上面没有他右脚那么厉害哦。没错啊，但是刚刚这个出球居然脱手了，门将没有把球给保护好，那永熙这一次把球给踢进去了。足球比赛的一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是有没有一点点队友有碰到？有碰到，可能有小折射，有小折射啊。对，我们常常讲足球比赛，有瞎加乌啦。真的，你如果要进球，你就是要射门，不然的话，除非对方自摆乌龙，那你是不会没有射门不会进球哦。那虽然说也有一些的确是根本没有射门，只是传球就让对方摆乌龙了哦。那但是。大部分的乌龙球通常还是在你有做射门的尝试，或是说有进攻威胁的出现，所以有机会就是下跨买哦。一个进攻，我们透过一直在做组织堆叠。现在门将有点慌真的，对他有受到影响，因为刚刚那个脱手对，而且今天他毕竟被打了一个穿裆嘛然后那穿裆那一个的话，因为他是我们刚讲，他当时的出击，我们今天在讨论，他刚出击是正确的。他在第一个丢球的时候，因为是我的后卫被摆脱了嘛，对，被这个杰森的这个一个回旋的动作给摆脱了，所以我变成这个单刀球，我就得要出击，我必须起门，那最后被打一个穿裆球，那对方射手没有办法，因为我两只脚中间必然是有空隙的那个球不怪他但是在这后面的，其实当然对他现在可能有些压力，心态上有点影响而且球队毕竟落后啊，他可能有时候拿球想急着想帮他做下一动。哇，这球真的还是要稳稳的抓牢才行啊！对于门将来讲，这是一个基本功啊，一定要做足。那杰森在刚刚这个 play 呢，就直接踢的没有半句话说，因为他刚刚这个地方他硬要拿。万一没有拿住的话，掉了。对，进攻这个防守这边回来的人力还不够，我可能给对方继续的一个快攻机会。那在攻稳烈焰的部分呢，门将是1号的这个彼哲。好，高兴，好，漂亮的一个回旋之后，想要做横传，看起来。公馆烈焰真的是针对高喜，我想是有特别的一个防守的一个针对真的在这场在牵制力没有办法像他也冒着戏法的4强战一样。刚刚皮哲直接把球给开掉之后，又做一个横传的推进，好，利用速度要突破，反抢也做得不错哦。加成。这普里山城这场比赛就一直比较没有办法让高喜就他的一个攻击位置，现在拿到球也在这么远的距离对，不是他的射程范围太远了，他至少要推进到这个前3分之一。对，你讲的所谓的攻击3区Final Third。哇！这球挡掉之后，来看看有没有机会完成射门。没有补进，加成。这个动作就知道，觉得有多么菜。是。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各个门将他出击真的是，我觉得以这场比赛普里山城旋风狼的门将，至少他出击的时机都是正确。那我们在这场比赛下来可以看到有一些，就是哇。就很勇敢，但是就是比较这个盲目一些的那就如果像中间就是要做出正确的一个判断那就是在一个能够让失球几率最低的情况之下去做你的一个处理球这是一个做后防球员你的一个决策的依据是哇，这是又是一个横向传球，加成要插上去。但是我们看到旋风狼的门将还是够勇敢而且是吹判了进攻这边的一个犯规了，应该是有去踢到守门员的。那旋风狼的门将应该是96号的友瑞啊。再看一次这是已经是看到队友了，而且做出了横向的传球，确实已经不错，有2个机会点。那后方的加成插上。但是还是慢了半拍。
但有时候你传球，他就进攻这边来说，传球位置好像升了一点点，但是因为你有时候在防守者相对位置，可能只有那条路线送的。对，因为如果传的刚刚那一条，你如果没有传那么深，你也许中间就已经被断掉了。哦，中间就是摆明了已经有其他人哦，你传过去就直接就是会被挡到。好，门将快开。比赛也是要进入到最后2分钟了。哇，这场低年级组的冠军战还是1球的差别哦。对于旋风狼来讲，只要把握住一次有效的进攻，就能够将战局给延长。好，来看这一波门将出击，这一脚没有踢得太好。你看普里山城旋风狼刚刚他的门将的出击哦，都是让队友。我后防我觉得很安心当我可以去做防守，然后但是一旦被过门将出击而不是在前面的比赛有看到说这个人我都还在守，你那造出来啦结果这个家里面出来我的狗你那造出来，家里没大人对啊。杰森卡，杰森。把位置卡住不让高喜有任何触球的机会，远射，哇，直接头槌顶起来。好，当然在这个5人制的比赛，确实比较少用这个头锤，不管是进攻或防守。但场地比较小，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它的球的这个打气的一个气压的一个磅数也会比这个大场的比赛来说打得更低一些。所以基本上球比较不会弹的所以它通常来说就是会在地面上的比例比较高。那场地小的话，其实足球比赛有一个高兴心小那个男人还是来啦。对，只要让他掌握一波就可以。刚刚就提到，因为只有1球的差距，所以旋风狼不用急只要有一个稳定的进攻机会，就有办法将比分给追平2-2了。你看，而且今天刚刚这场比赛，我们可以说公馆烈焰对高喜的防守做了90%了。对，那他只好去寻求那一些机遇的机会就是基本上。我不会让你拿球舒舒服服的攻哇，这边来看绝杀了吗？公馆烈焰不到30秒钟踢进了第3颗进球。哇 ，Rex， 哇，孙浩瑞，哇，是不是成为了比赛的救世主呢？而且是个挑射面对出击的守门员守门员做他该做的事情，而且守门员刚刚是我一个人要看完你2个防守2个进攻者。所以最后一定要出击的，那这是正确的。那就是看看压力是在射门的这一边，有打一个漂亮的挑射。对，所以这一个挑射，哇，旋风狼好不容易追平，居然输球。所以在1分钟从这个天堂掉到地狱，这个3温暖对于球员来讲。这个感受真的太深了。我刚刚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那一个丢球追平球的话，孙浩瑞当时好像是2个队友他们在处理球的时候没有交代好，就变成说球砰砰，然后结果反弹之后被高喜直接就把球给踢进去了。但是孙浩瑞马上就收拾他的心情，然后就回到他这个进攻的位置，就打进了绝杀球。高喜的那一球是轻球没有。对，我刚好落在他的脚边，给他友好的机会起脚，将比分追平。但是就如同洪明讲的，烈焰没有太多的懊悔的事，马上收拾心情做一个反攻，不到30秒的时间呢，由这个 Rex 12号的浩瑞踢进了制胜球。但对于旋风狼的小球员来讲太难受了，冠军战眼看是追平，有机会延长战局，居然被对手绝杀。所以。真的是可以相当精彩的这场冠军战。是，好，在今天黄蜂这个争霸杯的上午，我们看的低年级组还有高年级组都很精彩，低年级组就已经杀得这么激烈，所以在上半场在上午就有这么好看的比赛，所以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我们在这个中午过后1点钟为您送上下半场的比赛，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频道，我们待会再会，拜拜。